就在2天前，我重生了。宫里来的验真嬷嬷快到了，我该怎么才能提醒爹娘？蓝妹妹早已不是完璧之身。竟有此事！你又闹哪样？娘亲莫怪，不小心劲儿用大了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种上不得台面的？前世就是因为谢云之用心声污蔑我清白，爹娘怕我毁了家族名誉，在4天大典选拔最后一轮，将我扔进湖中。自那之后，无论我如何讨好家人，依旧被厌恶搓弄致死。成为一缕孤魂的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天生凤命。谢云之早就绑定了一个邪神系统，他们利用虚假心声污蔑我，打压我的同时，抢走我的一切机缘。可我竟然重生了。谢云之，老天眷顾，竟让我也可以听到你的心声。这一世，我再也不会任人宰割，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等下蓝妹妹会以月事来了为由，拖延这最后一轮检查，那宣德侯府就犯了欺君之罪。怎么办？我要不要偷偷告诉娘，让娘早做打算？前生娘特意问我是不是来了月事，我如实回答，才导致后面的遭遇。今生我不会了。松兰，你过来一下。你是不是来月事了？上尉，女儿的月事是半个月前才来的，那时女儿因受了寒，腹痛不已，您还让人送了一碗红糖姜茶给女儿，您忘了？真没来。今日是验真嬷嬷来验身的日子，女儿若是来了月事，定会提前告诉您的。月事一查便知，她没必要说谎。可云芝的心声从未有过差错啊！我明明看见蓝妹妹喝下了可以把月事催来的汤药，莫非是没起作用？前生谢云芝因前8轮选拔落选，为顶替我去做神女，故意买通我的近身婢女给我下药，是并不知晓，还真以为来了月事。去查吧，那药早就到了谢云芝的肚子。见鬼了！我明明看见谢松兰喝了那碗汤药，怎么可能查不出来？他们面色无异，难道我能听见谢云之所有心声？这样很好，你们就再也无法夺我气人了。算算时间，该到了。大小姐，您的衣裙上怎会有血？云芝，你身上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用早时尚尚未感觉到异常，不知怎么刚才突然腹痛。难不成他早就知道，特意把那药换给我喝了？老爷夫人，验真嬷嬷一行人已到静云轩门口了。我不是提前准备了风马和缠他们的人，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如今谢松兰没有月事，岂不是轻松进入选拔？侯爷，4天大典是我大雍王朝10年一度祭祀皇天的盛大献礼，今日环节乃重中之重。侯爷，奴才们该开始。有劳嬷嬷。发丝乌黑有光泽为上乘，体态合于天象为上乘，身体完璧纯净为上乘。嬷嬷，我女儿如何？恭喜侯爷，二小姐已通过4天大典的最后一环选拔。甚好，甚好。二小姐，接下来会有为期3个月的闭关期，您趁着这几日收拾好东西，到时会有人来接你。多谢嬷嬷。侯爷夫人，我们就不打扰了，还要去其他府邸查看。嬷嬷慢慢走，管家送客。是夫人。谢松兰，这里没有外人了，你坦白告诉我，你是用什么手段瞒天过海的？女儿不明白娘在说什么，请您明示。若你因一己之私搞砸了4天大典，皇上降罪宣德侯府，你就是宣德侯府的罪人。你最好老老实实坦白，你做过什么丑事。妹妹，这种事情可说不得谎。4天大典的选拔流程一共有9道，前8道以帝后为首的中位贵人全程在台上看着，最后一道验真流程因涉及到女子隐秘，皆在家中进行，由6位嬷嬷一同参与。
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这6位嬷嬷，2位是皇后身边的大女官，2位是负责秀女验身的女官，2位是清商司的女官。请问，我何德何能，能在这些贵人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？你翅膀硬了，敢用这种态度对我这个母亲说话？父亲，您认为呢？妇人之见，此事到此为止，莫要节外生枝。不孝女！谢松兰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，我一定让你罪有应得。接下来就该收拾吃里扒外的狗了。干什么去了？奴婢还能去哪里？当然是替您善后去了。关云，你怎么跟小姐说话呢？我又没说错什么。小姐，你害得大小姐来了癸水，腹痛了一晚上，奴婢当然要过去照顾大小姐。能给我下药的，自然是我亲近的人。看他这态度，便已分明。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不应该抓二小姐吗？抓的就是你。小姐，这快到爹下旨的时间了，看场好戏总得先下棋不是？爹，娘觉得我大逆不道，是我害得大姐腹痛难忍，让人强行带走了我的丫鬟。女儿只能在此等您，希望您能还女儿一个清白。简直是胡闹！娘，你总想踩着我拉谢云竹，可我爹却是利益熏心之人，他绝不会让你欺负我这个已经被皇家选定的神女。你的丫鬟已经招了，是你命她给云芝食物下药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不认罪？把这个贱奴杖毙！夫人救命啊！老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不打死，怎么能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？往死里打！娘，你偏向谢云芝，可我爹更注重利益。谢云芝先生引导我会来月氏，却是假的。他现在更想知道谢云芝的心声，还能不能再现？你若再不说实话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老爷，他明明已经说了是谢松兰。长老子就该知道是假的。关云应该知道着急了吧？再不说就真会死。奴婢说，奴婢全都说，是大小姐身边的才桃给了奴婢寒月草，让奴婢找机会下到二小姐的汤里，破坏验身。胡说八道！你们还不赶紧把他打死！住手！奴婢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小姐会误服，奴婢真的没有害大小姐。继续说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大小姐嫉妒二小姐入选了4天大典，求侯爷开恩。侯爷，这肯定是那彩桃的主意，她也是忠心才做错了事。去，把彩桃杖毙！这样被主的奴才，求父亲一并发落了。女儿是断然不敢再用。奴婢知错了，二小姐，您不能发落奴婢。一同杖毙！再等待一段时间，我便可以进宫了。而谢云之女，我会帮你好好筹谋的。谢松兰一定是故意的，她明知道这里风大，故意晾着我在这吹冷风。她害得我没能入选神女，这次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。等下还要给你一个大惊喜呢。姐姐，我没来迟吧？这天可真冷，风又大，
云芝姐姐怎么连棉衣都不穿就出来了？一定是姐姐觉得穿棉衣会显得臃肿肥胖。可天气严寒，冷风刺骨，好看不好看的不重要，千万别冻坏了身子。气死我了！他明知道我讨厌别人说我胖，他故意的。姐姐邀我来翡翠亭给我赔礼道歉，其实没必要的。一来作恶的人不是你，二来他们蠢笨如猪，到头来白折腾，我又没什么影响。他敢骂我蠢笨如猪，系统，我忍不了了，马上给我开启电击模式，我要让谢松烂生不如死。马上安排。果然还是蓝妹妹善解人意，这镯子价值1000两银子，我给你戴上试试。那多谢姐姐割爱了。系统，电击开始！谢松兰，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。凭什么你能入选4天大典，我却被早早淘汰？从小到大，我哪样不比你强？你这种只配活在我阴影下的老鼠，凭什么跟我抢？可你偏不，你让我受尽折磨，要让你生不如死！你怎么醒着？我为什么不能醒着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醒得过来？系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可以轻松电晕一头牛吗？宿主请稍等，电击需要缓戳才能开始。什么？你还没开始？那他是装的。姐姐在刚才那些话，我可都听到了。你的意思，下药的事儿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又怎样？我处处比你强，一定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入选的。小时候，我但凡比你强，你就会找娘大闹，娘会打我饿我，所以我不得不装作比你弱。久而久之，你已经把自己骗过去了吗？才不是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比？既然被你撞破了，我也懒得再跟你演姐妹情深。谢松兰，今天你逃不掉的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你什么意思？谢云芝，你挨过打吗？你应该没挨过的，毕竟娘护你跟会眼珠子一样。谢松兰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耍！谢松兰，你竟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。我找了那么多机会，如今终于找到了。好啊，这么多年你的逆来顺受果然是装的，我就应该告诉娘，早点除掉你这个祸害。我要杀了！谢松兰这个疯子，我要杀了他！你什么时候能缓冲完？缓冲马上结束，倒数后立马开启电击。3、2。前世我被你电过无数次，这一次你也好好尝尝被电击的滋味。救命！他果然来了，能请动他，还是因那只雪狼而起。他想跑！前生我成为一缕孤魂后，竟然也遇到了季兆业养的雪狼，但那时他也是一个魂魄，我们相依相伴。没想到重生后又遇到了他。这人类还不错。有功！季兆业，年26，大雍王朝唯一的摄政王，手持打龙鞭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
而我想要摆脱家中困境，就需要他的倾囊相助。听闻殿下一直在寻胞弟下落，2日后烦请殿下来谢府花池一趟，定有答复。今日这出戏该继续唱下去了。殿下今日怎么有空要来赏府中的花池了？莫不是这后花园有什么不能让本王观赏的？殿下哪里的话，微臣府中大门随时向您敞开。老爷夫人，二小姐她掉湖里了，没看见摄政王殿下在这儿吗？大呼小叫做什么？大小姐邀请二小姐来翡翠亭，说要给二小姐道歉，怎么二小姐就落水了？大小姐却不见人影了！你竟敢污蔑大小姐！来人！殿下竟然亲自去救她！殿下从不近女色，难不成松兰和殿下有什么渊源？那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助力？娘，姐姐，这次真是麻烦殿下了。小女何德何能，竟让您亲自去救？无妨。娘，你受了惊吓，先别说话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带二小姐回双鱼院！姐姐，是姐姐，她够了！别闹了，你姐姐不在这里，天这么冷，你还是尽快回你的院子去。殿下让您见笑了，这边请。不必了，今日本王是来见谢二小姐的。您来见松兰？正是。侯夫人，怎么不让谢二小姐把话说完？谢二小姐，你若受了冤屈，本王给你做主。姐姐她在湖里。你说什么？快下水找人！赶紧去请大夫，拿暖和衣裳，吩咐厨房熬姜汤。谢松兰，云芝怎么会落到水里？是不是你干的？谢松兰，你这个黑心肝的讨债精！你姐姐好心好意跟你道歉，你却害得她落水，生死不明。若她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不得好死！我与姐姐一道掉下湖中，娘让人将我捞起后，就不让我多说一句。幸好殿下让我把话说完，是您差点耽误了救姐姐。我跟姐姐同样是您的女儿，为什么您的态度却千差万别？我真是您亲生的吗？她竟过得如此不好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？你们当然都是我亲生的。本王见谢大小姐近期多出气少，二位不妨先去看看她。你也先退下。是。今日本王已经为你撑腰，本王弟弟到底在哪？4天大典迎神环节需要9名女子跳迎神舞，为了避免9人临时出状况，还需3到4名女子备选。据本王所知，谢二小姐已通过选拔。臣女想让殿下帮我姐姐谢云芝进备选。好，这回可以说了吗？再有5日，殿下将会遇到一场刺杀，你切莫伤害死士，届时便会知晓。你知道骗本王的后果？您向来雷厉风行，杀伐果断，臣女惜命。谢云芝，既然你这么想做神女，我自然要成全你。因为谢云芝学艺不精，在4天大典上丑态百出，陛下震怒。可偏心的爹娘却把我拖出去顶罪，害我双腿尽断，苟延残喘。谢云芝，这一世，这些苦，应该由你自己来受。变成一缕孤魂后，我无意间倒是得知了不少。谢云芝身上的那个系统，就是靠吸我的气运才能成长。太好了，系统，你现在居然变这么大了，
以前你还是像蚊子一样大小。当然是宿主做得好，只有你吸收了谢松兰的气运，我才可以成长。而吸收的过程中，你的助手也可以让我成长，我的神力就可以更强。上次我成功入选，那系统体型明显已经变小。接下来我再让帮助谢云芝的人一个一个倒台，那系统定会实力大减。小姐，您吃了什么药？我身子不太舒服，可能已经发烧了。你去告诉母亲。发烧？奴婢这就去。这药效能维持2天高烧，系统暂时动不了，那就逐步瓦解吧。我抛出这么诱人的鱼饵，娘定然会咬钩的。夫人，您快救救二小姐吧，她已经高烧昏迷了。她若一病不起，岂不是可以把神女的名额让出来了？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你速速去通知府医，给谢松兰开一点普通能蒙混过关的药，切不可治好她的病。再从我院子里调2个嬷嬷过去，不许她出来。是。夫人，宫里来人了。拜见侯夫人，咱家奉青烧司的命，特来告知您，谢大小姐已进入神女配选，请大小姐做好准备。真的？这太好了！到时与谢二小姐一同入宫即可。松兰现在高烧不退，还卧病在床，恐怕没办法入宫参加了。这可是紧要的事，怎会如此不小心？那只能将谢二小姐除名了。大总管，您万不可将她除名啊！她只是一点小病，过几日便可痊愈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诓骗公公，诓骗皇家，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！奴婢没有啊！他也是一个忠仆，难免护主，还望公公莫怪，我这就让人收拾他。那咱家就先告退了。公公慢走。总管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，狠狠地打！神女的位置只能是我云芝的。雪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给我的。你从摄政王府偷出来的，这东西一看就价值不菲，你快拿回去。那怎么行？主人上次那么小气，就给天下第2好一锭银子，我可不能太小气。你听话，要是摄政王殿下找不到，就会觉得我是个小偷。那瑶光给你的便是你的。殿下，深夜来访，多有冒昧。只是本王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看来殿下是找到令弟了。前生我和雪团2个孤魂四处飘荡，他经常带我来看祭照夜，也是那次我看到他被刺杀。雪团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二弟，怎么会是你？也是在那次，我才知晓他弟弟的下落。如果殿下想问我如何得知您弟弟的下落，那么请恕臣女无可奉告。有些时候，谢二小姐应该识时务。他不会因为我不说就要杀了我吧？主人怎么回事？天下第2好已经救了你弟弟，你居然还把他当犯人一样审，我不服！抱歉，平日甚少和女子接触，一时没注意分寸。殿下多虑了，只是臣女也需要一些自保的手段。殿下只需知晓，我无害您之心，因为只有您能帮臣女翻身。日后殿下若有危险，臣女定当提前预警，只希望殿下能够护住臣女。此番你帮本王找到弟弟，本王定会记你一个大人情。你早些休息。瑶光，主人太过分了，我就想贴贴天下第2好。季兆业向来知恩图报，有他的帮助，我定会让负我之人挫骨扬灰。小姐该洗漱了，你受伤了。谁打的？是奴婢不小心撞到的。
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是夫人，她让青上司的公公除了你的入选名额，奴婢想与公公说明情况，但夫人不让，所以才……小姐，都怪奴婢，差一点就能与青上司的公公说明情况，你入选的名额也不会被除。想报仇吗？那2个嬷嬷还在外面守着，不让我们出去，我们也没办法报仇啊。小姐，这能行吗？老夫人她向来不管府中之事，更没有偏向于您。祖母虽不在意我，但她在乎侯府的名声。放心去。娘，这一次你逃不过去。关月，放火！小姐，咱们真的要把房子烧掉吗？烧！二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双鱼院走水了，我与二小姐好不容易从火海里逃出来，喊了一路，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我们灭火。嬷嬷，姑娘高烧刚退，身体急需，天寒夜深，我们无处可去，求您给老夫人通报一声吧。你们快随我进去。祖母，孙女的院子是有人蓄意纵火，有人想烧死孙女，求您为孙女做主。你可在说谎？孙女岂敢骗祖母？双玉院走水后，孙女以为是蜡烛不小心倾倒点燃了纱窗，但孙女打开小匣子之后才发现，这里面20张面值100两的银票不翼而飞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孙女不知，院子没有旁人，只有我跟关月，还有娘送来监视我的2个嬷嬷。将这2个奴才给我带来。是。说，二小姐匣子的银钱是不是你们拿的？奴婢从未看到什么银钱，还请老夫人明鉴。是啊，我们尽心伺候二小姐，竟还遭此诬陷。主子的东西丢了，审问你们做奴婢的，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？给我搜！这银票又是哪儿来的？这是我们自己。想清楚，再回答老夫人的问题。你们的家人也是死气，若敢糊弄，一并打死。老夫人饶命，奴婢招，全招。是奴婢被猪油蒙了心，瞧见二小姐的银票就起了贪念，趁他们睡着，所以才进屋偷了银票。放肆！偷银票事小，又是谁指使你们放火的？奴婢冤枉，奴婢只是去偷了银票，没有放火呀。奴婢是死气，给奴婢100个胆子，也不敢放火呀。事到如今，还敢嘴硬，打！真的不是老奴放的火，老奴冤枉啊！老奴承认偷了银票，
但老奴真的没有放火，求老夫人明察。难道真不是他们？祖母，孙女想问他们2个问题。匣子就在我床头，还上了锁。你们是如何在不惊动我和关月的情况下，撬锁拿走银票的？祖母是非分明，不会冤枉好人，但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若你们真是冤枉，祖母会还你们公道；若执迷不悟，是迷烟，我们怕惊动了二小姐，所以吹了一管迷烟。我们进屋撬锁拿银票就走了，绝对没有放火，放火肯定另有其人，请老夫人明察。这几天，你们为何一直守在双鱼院外？为何要阻拦我和关月出门？是夫人让我们守着双鱼院，夫人不想二小姐去青商司，让我们务必断了您接触青商司的机会。你们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奴婢可以对天发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奴婢断子绝孙，不得好死。双玉院的火也是，为什么？好一个岑氏，好一个虎毒食子，把岑氏喊来。是。娘，这么早喊儿媳来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听说松兰被青商司除名了。是啊，松兰那孩子是个没福气的。青商司来借人的时候，他高烧着，4天大典至关重要。青商司权衡利弊后，决定退了他的名额。他被除名，我这当母亲的心里也不好受。但您也知道，那孩子自小没福气，这都是上天注定的。娘，你也别遗憾，儿媳这儿还有个好消息。娘，你为什么要打儿媳？儿媳哪里可有做错？你是不是安排了2个婆子守在双云院外？儿媳是怕松兰被青商司除名，接受不了。若不让人盯着，她去青商司闹事，宣德侯府的脸都被她丢尽了。松兰，所以娘让人放火烧死我，也是为了宣德侯府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打扮可怜兮兮的装给谁看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装惨是故意来你祖母这里告状吧？小小年纪就学这些安杂手段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黑心肝的讨债鬼？娘，您要明辨是非，我没有让人放火，都是他贼喊捉贼。娘，您觉得会有人用自己的性命来颠倒黑白吗？你这不是没死？那2个婆子用迷烟迷晕我和关月，偷了钱谢国府医为我开的药方跟银票，母亲这些您都不知情吗？这小贱蹄子为什么还留着药方？这要是被娘知道该怎么办？药方跟银票都在祖母这里，你有没有做她心知肚明？娘，你不要被谢松兰带偏了，儿媳让换药方都是为了宣德侯府啊。你还在药方上动了手脚。孙嬷嬷，查验药方。等的就是你一点一点露出破绽。老夫人，这药方只有安眠的药，并没有退烧的药。娘，你为什么如此痛恨我？高烧换药，你这是要绝我生路啊！看我不死，不但让婆子偷我银票，还放火烧我！你，小姐，娘，松兰是我女儿，我怎么可能害她？你既不承认，我就遣人去青商司问一问。祖母，娘的眼神好可怕，孙女是不是做错了？谢松兰，你这种灾星去跳迎神舞，万一触怒了神仙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为了宣德侯府阻拦你，难道有错吗？你又没死，怎么有脸质问我？娘，我真的是您的亲生女儿吗？你没资格在我面前哭，要不是有云芝这颗福星压着你，宣德侯府早被你害死了。终于等到你说这句话了，这次我要摘掉谢云芝福星的身份。您又如何确定我是灾星，而他谢云芝就是福星？好，
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云芝被你推下水，她不但没事，还被青商司选中。而你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不但高烧不退，被青商司除名，谁是灾星，谁是福星，一目了然。你笑什么？我高烧不退，是娘你让溥仪开错误的药方。我如此狼狈，是因为你下令烧我院子。我被除名，也是你故意说谎，从中作梗。我落得这般，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那云芝被青商司选中一事呢？那是我给摄政王求了恩情，我为他争取的这一切，成了你口中是福星的象征。娘，您不觉得可笑吗？那是云芝的福气，不可能与你有关。摄政王为什么要听你的鬼话？祖母，孙女所说这些句句属实，您可派人去青商司问询，去摄政王府问询。灾星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灾星之名，何其狠毒！孙女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死，求祖母为孙女做主。他的话一问便知是否真假，你觉得他会说谎吗？娘，我岑氏治家不严，禁足思过3个月，思过期间，管家权暂交给白姨娘，还有那2婆子一并发卖了。你们让开，我要见我娘！大小姐，您就别为难咱们做下人的了，老夫人亲口下令，谁也不许看夫人。系统的体型又小了，果然把母亲关起来也能降低她的气运。妹妹，你怎么能对娘这么过分呢？姐姐说什么我听不懂，不过娘在精心休养，你可不要忤逆了祖母才是。系统，他都这么猖狂了，你还不想办法对付他吗？你要是长点脑子，就想办法把你娘放出来，不然以后你没了助手，我也会元气大伤。谁说我没后手的？大哥，那可太妙了，下一个我正好想收拾他呢，因为他也是个白眼狼。前生他头疼难忍，我特意跟神医学了针灸术为他治疗。却发现谢云芝拿了会让人上瘾发狂的醉生丸给他服用，我偷偷将其换成神医配制的舒洛丸。他知晓真相，反倒说我多管闲事，挑断了我的手脚筋，划烂了我的脸。这一世，我会亲眼看着他下地狱。你特地找本王出来，可是有事？殿下，这是臣女亲手做的梅花糕，请您品尝。味道不错。可恶的主人，我也想要吃。雪团，看我特地给你准备的烤鸡。还是天下第2好想着我。殿下喜欢就好，这里面特意加了一些药材，不但风味独特，还能强身健体。倒是个玲珑的人，却被人当成灾星。殿下，谢二小姐的院子着火了。什么？谢二小姐人没事，但是侯府夫人纵的火，还将她的退烧药替换成了安眠的药，就是为了不让她做神女。不过谢二小姐高烧是她自己刻意的。多派人保护好她。是。你不必如此劳师动众，你已经帮本王找到了令弟。殿下，话虽如此，
但这是臣女的一片心意。但可惜臣女已经被青商司除名，无法再参与4天大典，为仙人跳迎神舞了。本王当你不含目的的做这些，原来是为此目的而来。放心，本王早已为你恢复了参与4天大典的资格。感谢殿下，若殿下愿意，臣女愿日后天天为您做糕点以示感谢。还算是有点良心。本王还有事要办，这些糕点你先吃。恭送殿下。谢松兰，你这个不忠不义的，竟敢让祖母软禁娘！大哥，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大哥行这么大的礼，我可担待不起。谢松兰，你是故意的，偏偏在我踹你的时候让开。你这话说得好没道理，我不让，难道任由你踹吗？大哥这么听话，那我踹你，你也不动。妹妹，你不但囚禁娘，还逼她交出了管家权，现在还来伤害大哥，太过分了。最近我在太学念书，还不知道你做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。你这狼心狗肺的，现在就跟我回去向娘道歉，再去祖母那里替娘要回管家权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你可以滚了。谢松兰，你太过分了！娘不让你去4天大典的原因，你心知肚明。你的事一旦爆出来，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你，还有我们宣德侯府所有人。若真如此，便一同面对。妹妹，侯府是我们的家，娘为了我们的前途谋划，你怎么能这么不懂感激？她所谋划的是你谢云之的前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还要我去原谅一个蓄意伤害我的人吗？由不得你！你放开我！谁敢动他？参见摄政王殿下。臣女参见殿下。宣德侯府就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，构陷异母同胞的妹妹吗？微臣不敢。怎么办？我该不该告诉殿下，妹妹靠近他，只是希望借他的关系进入青商司？新生？但松兰是我亲妹妹，我又不想破坏她。殿下有所不知，谢松兰处心积虑接近您，不过是为了借您的权势重回青商司。她心思深沉，绝非表面这般纯良。一定要说动殿下，不能让谢松兰得逞。大哥，你别说了，妹妹她只是一时糊涂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看你怎么辩解。可笑，仅凭你们也想构陷我？虽说我亲耳听见她向丫鬟炫耀，说殿下不过是她向上攀爬的梯子，可她毕竟是我们的妹妹。云芝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云芝太心软，谢松寒根本不配她的善良。戏演够了，她怎么不按常理辩解？妹妹，你怎么还如此执迷不悟？既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大义灭亲了，愈发可笑。殿下，妹妹还说待利用完殿下，便寻个由头脱身，届时殿下声名受损，与她毫无干系。殿下您听，这等蛇蝎心肠，怎配得您维护？本王倒是好奇，为何偏偏你能对这些事知晓得一清二楚，破绽百出，也敢在本王面前构陷？他这是在帮我。臣女也是意外得知。糟了，他怀疑我了，该怎么办？本王还是头一回见着把构陷之言说的这般冠冕堂皇的，口口声声顾念姐妹之情，却句句置她于死地。殿下明鉴，臣女并无此心，只是不想殿下遭受蒙蔽。是啊，殿下，谢松寒狼子野心，您千万不可轻易相信他呀。系统，为什么摄政王不受新生的影响？按理说不应该啊。方才季兆业的反应分明是听到的，所以是他根本不信谢云之所说的。谢云之，这次你算是踢到铁板上了。谢大小姐没资格入选青商司，
是谢二小姐以恩相求本王，给她博得名额，却成了你们口中的狼子野心。不可能！侯府的人还真眼盲心瞎，会把你捧在掌心。云芝，谢松兰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要再敢对云芝跟娘动手，别怪我不讲兄妹情面。早知殿下口才了得，却不知能了得到如此地步。今日之事，多谢殿下维护臣女。侯府一家对你如此，你可后悔当初替谢云芝求取命了？自是不会，无愧于心就好。好一个无愧于心！日后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，都可告知本王。你，本王护了。滚！要不是因为你气我，我也不会痛成这样。我告诉你，别想着用你那蹩脚的医术害我，还不快点请回春堂的大夫！是。好啊。谢玉白，这一事你就自己承担后果吧。怎么还是这么痛？这大夫到底行不行？啊！为什么没有用？还是痛得很！你这个庸医！小侯爷，小的无能，能治您头疾的只有您的妹妹谢二小姐啊。谢松兰，你敢不救我？来人，让谢松兰给我滚过来！难得清静，谢于白又来烦我。二小姐，大少爷让你去给他扎银针。不去。大少爷找你去，那是给你脸，别不识好歹。敢这么对小姐说话，找死！关月，放狗。是，小姐。狗啊！别咬我！别咬我！让你欺负我家小姐，咬死你！我让你去叫的人呢？大少爷，二小姐她不过来。废物！让你去叫个人都叫不来，让你叫不来。大哥，我听丫鬟说你头疾病又犯了，现在好点了没？大小姐，二小姐不愿意给大少爷治，还辱骂大少爷。妹妹怎么能这样？谢松兰，现在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。那可真谢谢你了。关月，送客。谢松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都亲自过来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的脸很值钱吗？我，妹妹，他可是我们的大哥啊！你这么铁石心肠，枉为宣德侯府的人，这要是被爹知道，他会赶你出府的。好啊，若爹要赶我出府，我绝无怨言。可惜，怕是你想赶我出去吧？你没看到我头疼吗？现在你还惹恼他，是存心不想治好我的头疾了吗？大哥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么重的话，都是因为你，谢松兰，我一定要你生不如死。松兰，你快给我看看。大哥，我南域求来神药醉生丸，这定能治你的头疾。快，你拿来我试试。果然是神药，
我的头不疼了。云芝，你辛苦了。那当然，只要让大哥身体康健，云芝再辛苦都愿意。不像妹妹，只不过让她扎个针都不愿意。谢松老，你太自私了，你连云芝一半好都没有，这么没用，还不如早点死了。上一世我给你换药治好了你的病，换来的却是手脚筋被挑断毁容的下场。既然你那么喜欢醉生丸，那这一世你就好好承受上瘾的后果吧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出我的院子。谢松兰，我们当你是家人，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？就你这种脾气，怪不得神女都做不了，连神仙都看不过去了，硬要取消你的神女资格。我入选神女的资格是被娘故意取消的，甚至她还要放火杀我，虎毒还不食子。你们不指责她，凭什么来我面前指手画脚？那是因为你本身不够格。那谁够格？当场就被淘汰的谢云芝吗？如果不是我，她连备选资格都没有，也好意思来我面前狗叫？才不是！此事摄政王殿下可以作证，你再怎么狡辩也抹杀不了这个事实。这辈子你谢云芝都欠我。你这个贱！这是收的利息，下次再敢来我面前乱吠，利息加倍。谢松兰，你竟敢殴打嫡姐，现在就跟我去见祖母。圣旨到，奉陛下口谕，特批宣德侯府二小姐入宫为次天大典跳迎神舞做准备，择日进宫。什么？谢陛下隆恩，谢殿下恩典。殿下，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谢松兰根本没有做神女的资格啊！是啊，殿下。你的意思，本王跟陛下都眼瞎，分不清好坏。殿下明鉴，微臣只是在说谢松兰，她根本不配您们如此厚爱。那还真是让你失望了。我的名额是陛下钦点的，而谢云芝则是我施舍给的。妹妹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羞辱我？谢松兰，你别太过分！仗着殿下的宠爱就如此肆无忌惮，这里可是宣德侯府。怎么，本王的身份地位不及你宣德侯府？殿下，微臣不是这个意思。来人，将这大逆不道之徒拖下去，重打80大板。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宿主，谢玉白已经被打成残废，彻底没有气运可吸取了。我也受到了反噬。我爹跟祖母呢？可不能没有气运吸取啊！我还靠着你带我登上凤位呢。没用的，他们并非一心向着你，根本无法为你增添气运。那怎么办？我不想输给谢松兰那个女人。系统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办法倒是有。你说，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一定要谢松兰生不如死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主。参加迎神舞，以天道之力让我恢复气运。好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天，我会彻底让你们跌入地狱。殿下，今日多谢您的帮忙。你还与本王如此生疏吗？臣女。既然谢二小姐想要谢，那就以身相许，如何？殿下，大庭广众，您自重。本王给你时间，4天大典后我要得到你准确的答复，希望你认真考虑。恭送殿下。有请众神女候选者入场。谢松兰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
妹妹，你就算再怎么嫉妒我，也不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乱来啊！对神不敬，可是要被神降下惩罚的。陛下，陈女士被冤枉的，是她自己撞上来的，跟我无关。妹妹，这么多人都看着你撞过来，你怎么还要狡辩啊？你给我闭嘴！胡闹！4天大典岂容你们放肆？来人，把谢松兰给朕抓起来！本宫也的确看到是谢二小姐撞了谢大小姐，然后再转身离开。是啊，这谢二小姐当着陛下的面撒谎，简直罪不容诛。宣德侯府2小姐谢松兰扰乱4天大典秩序，拖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皇兄，就这样潦草处置他，恐怕无法服众吧？摄政王殿下不是一直帮你吗？现在看你要被砍头了，他一样把你推出去。没了他的庇护，你谢松兰算什么玩意儿？你确定？既然谢二小姐说他是冤枉的，不如让他自证清白。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，再治他的罪也不迟。好，朕给他这个机会。谢陛下。谢云之说我故意撞了他，才导致他摔倒，从而破坏了4天大典。但我根本没与他有任何肢体接触，又如何来得撞他？大家都看见了，难道你还想糊弄在场的各位贵人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我有证据。大家请看。我身上早涂抹了天星草的粉末，一旦与我有肢体接触，便会被天星草的粉末沾染上。大家请看狄姐的身上没有半点粉末，那我又是如何撞上她，如何令她摔倒的呢？果然没有，看来是谢大小姐撒谎了，在4天大典上如此乱来，不将皇家脸面放在眼里，更不将天下百姓放在眼里。该被秋后问斩的应该是谢云之，而不是谢松兰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早做了准备，挖着坑等我跳。谢松兰，你好恶毒的心啊！直到现在你还觉得是我在害你，如果不是你起了心，又怎么会有此时的一切？逆女，你在干什么？是想害死我宣德侯府吗？陛下，此事与我宣德侯府无关，都是这个逆女一心找死，求陛下明鉴。好大胆子，连朕都敢算计，将谢云之拖下去，立即处死。陛下，都是谢松林算计我，我没有。系统，你快出来帮我呀！我还不想死啊！系统，蠢货，这都不成功啊！我的身体为什么变成透明的了？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谢云之，这一世没有宣德侯府的人帮忙，你还不配跟我斗。宣德侯，你教女无方，从即日起将你贬为庶子，再敢多议，即刻处死。谢陛下隆恩。你虽是宣德侯府的人，但念你无过，所以就饶你一次。方才朕见你舞姿卓越，今日4天大典，由你跳迎神舞，迎接天神福气，赐福天下百姓。谢陛下。跳迎神舞，接天神赐福，愿天下百姓安康，福寿绵延，财源广进。恭喜你燕京4错，众望所归的神女。谢殿下。神女，愿给本王一个满意的回答吗？臣女愿与殿下共赴一世山河。